只因想将亲妈告上法庭，小女孩卖掉了妈妈送的金项链，聘请全城最厉害的律师帮忙。可男人以为她在开玩笑，疑惑地翻开资料查阅，然而女孩却斩钉截铁地重复 I want to sue my parents for the rights to my own body. They're trying to force me to give her my body parts. 原来每隔一段时间，父母就会取走她身体的一样东西。可尽管小安娜不停地挣扎，他们还是将她控制住，强行抽走了骨髓。年仅11岁的安娜却已经上了不下10次手术台。然而父母之所以这么做，也全都是因为要救安娜的姐姐。在姐姐4岁那年，就查出了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可是医生找遍了骨髓库的资料，都没有一个合适的捐献者，甚至连父母和哥哥也没能配型成功。可是以姐姐的病情，根本就没有时间一直等合适的人捐献。看着夫妻俩万分的焦急，医生故意压低了声音，隐晦地建议2人再要一个孩子。Umbilical blood can be an incredibly effective tool in treating leukemic patients. It's like a miracle. How would you know that the new child would be a match? We could make sure of it. 通过技术的干预，他们可以精准地保证配型成功。母亲瞬间看到了希望。就这样，安娜通过试管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了姐姐的专属器官库。抽白细胞、干细胞和骨髓穿刺，安娜早就习以为常。可每当看到姐姐病情恶化，她还是止不住的害怕，因为她知道自己又会躺上手术台了。姐姐被紧急送往医院，经过医生的诊断，确认是白血病恶化导致的吐血。妈妈连忙询问，是不是又要抽取安娜的骨髓？可医生却宣布了一个糟糕的消息 The leukemia isn't Kate's biggest problem now. They've quit. They're gone. 这次不光要安娜的骨髓，还需要移植她的一颗肾脏。妈妈找到女儿商量，可安娜却第一次说出了拒绝。Do you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to her if you do this? Believe it or not, Mom, I actually thought about it. 清脆的耳光将周围的空气抽离，安娜冲出病房逃离了这里。妈妈生气地抱怨着孩子的任性，可她从没考虑过小女儿的想法。随后安娜找了全市最有名的律师，状告自己妈妈的行为。看着满满当当的手术记录，律师也非常同情眼前的女孩。不过出于对姐姐的考虑，他还是试探地询问 You do know what will happen if you don't give your sister your kidney, don't you? Yeah, she'll die. You sure you want to go through with this? 看着女孩坚定的眼神，律师还是接下了这个活。当天夜里，母亲就收到了律师函，于是将家人们聚在一起，希望能说服安娜改变想法。可女孩却哭诉着解释，她并不是不愿救姐姐，而是他们从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如果只有一个肾脏，她又该如何生活？她可不愿一辈子都活得小心翼翼。And am I really never allowed to play sports or be a cheerleader or get pregnant? She's your sister. I know that. Anna. I'm important too, Mom. I'm important too. Let me go. 为了不让母女俩继续争吵，爸爸将安娜带到了单位。他想不明白女儿为何会突然这么决绝。不过安娜很快便融入了与叔叔们欢快的氛围中。看着女儿天真无邪的样子，父亲这才意识到他们自私的行为或许真的错了。于是他与妻子商量，希望能多考虑安娜的感受。手心手背都是肉，让谁遭罪他都心疼。可妻子却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女儿，但他如今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Well, you're going to take her ankles, I'll take her wrists. If we do, every day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she's going to look at us like we forced her, like we used her. It should be right. Christ's sakes, Brian, I didn't do this. Whose side are you on? 丈夫现在不支持自己，他只能找到安娜的律师，希望对方不要陪着小孩子胡闹。可男人却义正言辞地表示，只要安娜自己不情愿，他就会一直帮她到底。母亲不明白这对律师有什么好处，小孩子身上根本没有油水可捞。律师翻出安娜病历，她在11年里经历了8次住院治疗，一个健康的孩子，做了不下10台手术，还被迫使用了各种影响发育的药物。Every procedure had its risks and complications. Anna understood that. She was okay with it. 5 years old. 面对律师的举证，母亲找不到反击的理由，可刚想转身离开，却被对方叫住。Mrs. Fitzgerald, did you ever say to yourself, maybe I'm wrong, maybe I took it a little too far? 其实母亲也不是不爱安娜，只是姐姐经历的痛苦让她挪不出对其他孩子的关心。曾经姐姐因为化疗，总被路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尊心受到打击的她，躲在屋子里不肯出门，也不肯配合治疗。为了让女儿振作起来，母亲毅然决然地冲进厕所，剃掉留了多年的长发。有了母亲给予的勇气，姐姐不再惧怕他人的目光。他们一起去游乐场游玩，这天是一家人最快乐的日子，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仿佛病痛从未发生过一样。可当思绪拉回到现在，母亲又不得不来到法院参加庭审。法官按照流程先对双方进行庭前调解，律师递交了以往类似的案例，请求有限地终止父母为安娜做决定的权利。可母亲却认为孩子太小，没有成熟的思想，等将来长大了，一定会为没救姐姐而终身遗憾的。两个大人各执己见，根本无法做出有效调解。于是法官提出要见一见当事人。可是看到安娜的第一眼，他就觉得不对劲了。在女孩的眼里，没有一丝对家人强迫她的怨恨。聊天中提到了她与姐姐的关系，也看得出孩子打心底里心疼姐姐的遭遇。对方刚想安慰，安娜却转头看向法官女儿的照片。Can I ask you something? She?
What's it like when she died? Did you know, Tina? 安娜与照片中的女孩并不相识，可曾在电视上看到过法官女儿离世的消息。不过安娜并没有恶意，她只是想了解家人离世会有怎样的感受，没想到却让对方陷入深深的悲痛中。等法官整理好情绪返回法庭，以他目前了解的情况，还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于是他宣判了推迟庭审。然而就在当天，医院里却传来了不好的消息，医生拉着母亲窃窃私语，表示姐姐的身体正在崩塌的边缘，现在的状况已经撑不了几天了。一旁的姐姐察觉到异常，猜到了二人的谈话。 We're at the end. Dr. Chance? What is it, Princess? Hard to say. But if nothing changes, not too long. 妈妈不愿意医生给女儿传达消极的思想，拉着对方出门商量接下来的治疗方案。一旁的女医师劝她放弃，可以陪女儿度过一段最后的快乐时光，但母亲坚决反对，再一次和医生争论起来。看着妈妈的背影，凯特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楚，他的内心已经接受自己的结局，不愿妈妈再做无用的挣扎。其实原本他也有对抗病魔的决心，相册里的光头男孩就曾带给他无尽的希望，那是在姐姐第一次化疗前认识的。也许是两人经历过同样的痛苦，加上彼此乐观的处事态度，他们互相吸引，很快便走到了一起。二人互相鼓励对方，携手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不过经历了几次的化疗，凯特的头发也越来越稀疏，但在对方的眼里，她永远都是最美的样子。泰勒和所有青春期的小男生一样，面对喜欢的人也很羞涩。 So, hospital throws this dance for sick kids. It's really dorky. It's done like a regular prom. You're a patient and I'm a patient, and maybe we could go together. 看着男友紧张的样子，凯特心里暗自窃喜。等到舞会当天，家人们为她整理好了妆容，叫上男孩一起迎接。和煦的阳光勾勒出女孩的身影，那美丽的画面简直是他们最幸福的瞬间。家人们指挥着两人拍照，看着女儿害羞的样子，爸爸心里百感交集。要是女儿没有生过病，一定会比现在漂亮万倍。 You ready? Have some fun. 舞会上浪漫的氛围也让两个孩子荷尔蒙爆棚，他们一起出逃，在昏暗的医院里冒险，最终二人在废弃的病房里偷吃了禁果。 If I didn't have cancer, I never would have found you. So yeah, I'm glad I'm sick. Me too. 彼此相遇是他们的幸运，但是不顾后果的放纵却让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母亲打听到男孩突然发病离开人世，凯特也随之陷入绝望，他仅存的希望也跟着泰勒一同离开了这个世界。如今死亡对凯特而言不会是令人恐惧的事情，而是再次与心上人相聚的门票。母亲和小姨努力地查阅资料，想要打赢这场官司，好让安娜给姐姐换肾。可是另一边，凯特经过长时间的透析，身体虚弱到不行，但他还是向爸爸提出了自己的小心愿。 What'd you say, baby? She wants to go to the beach. It's the damnedest thing. Been talking about it all day. 父亲询问了医生的意见，得到了对方的允许，他便到学校接上了安娜。看到车里开心的姐姐，他兴奋地向对方一路小跑过去。可当父亲回去拿露营装备时，却正好被妈妈撞见。得知他们要带女儿去海边，妈妈瞬间就坐不住了，拦在车前阻止大家离开。 You see what you're doing, sir? I'm gonna call the cops. Do on what you gotta do. The last 14 years, I'd let you have it all. No, the your last way. 14 Made years have every been single about 父母的争吵越发激烈，为了完成女儿的心愿，爸爸甚至搬出了离婚的说辞。最终妈妈抢夺钥匙未果，爸爸执意带着孩子们离开。姐姐如愿来到梦中的沙滩，从小她就向往大海，可是因为病情，自打记事开始，她的活动范围就只有家和医院。能和家人一起在海滩游玩一次，也算是圆了她最后的心愿，只是缺少了妈妈的支持。不过凯特还是非常知足了。可没想到，一辆车缓缓停在路边，小姨载着妈妈找到了他们。她充满歉意地亲吻丈夫，又将女儿拥入怀中。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小姨和弟弟妹妹在海风中嬉戏，直到落日余晖洒向大地。姐姐也拖着虚弱的身子起身，用尽全力感受着难得的快乐时光。很快到了开庭这天，妈妈没有请律师进行辩护，而是亲自质问安娜为何会把事闹到法庭上。 For medical emancipation. That's not what I mean. You love your sister, right? You know she's sick. Why won't you help her? 妈妈心里清楚，小女儿对姐姐的感情毋庸置疑，连她平时大便失禁时都是她在精心照料。可安娜却一直咬死不松口。场下的哥哥忍不了了，打断了母女俩的争吵，让妹妹说出实情。 You shut up. Tell him why we're here. You promised. Kate wants to die. It. 最终安娜还是没能阻止哥哥，原来一切都是姐姐安排的，她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不愿家人再跟着受罪。可姐姐知道最大的困难就是母亲，才故意拜托妹妹帮忙。 I need you to do me a favor, Sissy. What favor? You can release me. 姐姐一字一句地教安娜，告诉他们自己的生命也很重要，不愿意小心翼翼地活，想踢球，想跳啦啦队，
长大后还要生个自己的宝宝，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即便是哥哥说出所有实情，可妈妈却仍不愿相信。 Kate would have told me. Did tell you. She did. She told you a million times. You didn't want to hear it. 随后，安娜完整地重复了姐姐的真实想法。法官没有做任何判决。他们一起来到医院探望凯特，弟弟妹妹都非常的愧疚，他们没能完成守住秘密的任务。大家齐聚一堂，没有再谈论病痛，而是开心地吃了顿披萨。等众人离去后，妈妈还是嘱咐着他不要放弃希望。可凯特没有说话，而是拿出了自己准备的礼物。妈妈如天使一般守护了他14年，而这上面也记录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凯特安慰妈妈不要为他难过，这一生虽然不长，但是他感受到了足够的爱。It's gonna be okay. It's gonna be okay, Mom. 母女俩就这样陪伴着彼此，最终姐姐还是在夜里悄然离去，到天堂与泰勒会面。姐姐离开的这几年里，家人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妈妈重新回到职场，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爸爸离开消防队，做了名解决青少年问题的顾问。哥哥拿到奖学金，进入纽约一所艺术学院就读。不过他们有个约定，每年姐姐的生日这天都会一起在海滩上聚会。安娜也成熟了不少，虽然她没能成功守护姐姐，但是她们的姐妹情将永远铭刻于心。海风拂过脸庞，安娜似乎感受到姐姐在一旁陪着自己。影片始终围绕着如何延续姐姐的生命而展开，家人为延长凯特的生命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牺牲了安娜的身体与自由。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续命行为，仿佛是只要还有时间，生命就有意义。可是时间并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在于你怎样使用。真正的爱，不是我为你做了什么，而是我是否听懂你真正想要什么。